佛羅倫薩的學院美術館 Galleria dell'Accademia， 雖然它的規模遠不及烏菲茲美術館那般宏大，但這裡卻擁有整個文藝復興時期最無可爭議的瑰寶——米開朗基羅的《大衛》。1784年，利奧波德二世大公決定將該地區的多個修道院和學院整合，正式成立了現在的學院美術館。最初，這裡作為藝術系學生的樣板房，館內的藏品是為了讓學生們臨摹學習，通過近距離觀察大師的作品來領悟構圖、人體結構和光影。直到1873年，為了保護露天放置在領主廣場上風吹日曬的大衛，政府特意在美術館內修建了一個宏偉的穹頂大廳。自此，這裡從一個教學場所正式晉升為世界級的藝術聖殿。第一，米開朗基羅的大衛 Michelangelo's David。 大衛的誕生本身就是一個關於畫幅朽為神奇的故事。這塊巨大的卡拉拉大理石在米開朗基羅接手前，已經在教堂的後院裡躺了整整40年。之前2位雕塑家都曾試圖挑戰它，但因為石頭太長且太薄，他們認為這塊料子無法承受站立的人像重量，最終放棄了。26歲的米開朗基羅接手時，人們並不看好，但他卻說，他看到了隱藏在石頭裡的那個少年，他只需要把多餘的部分去掉。傳統的大衛形象通常表現的是戰鬥結束，大衛踩在歌利亞頭上的勝利時刻，但米開朗基羅選擇了戰鬥發生前的那一秒。如果你仔細觀察大衛的側臉，你會發現他的眉頭微蹙，眼中充滿了專注與警覺。那是人類在面對強敵時，勇气與恐懼交織的最高峰。右手突出的青筋顯示了極度的緊繃，左手拿着投石索。通過解剖學的完美呈現，米開朗基羅賦予了冰冷大理石一種跳動的脈搏感。大衛高達5.17米，他的頭和右手似乎比例偏大。這並非米開朗基羅的失誤，而是為了適應仰視視角。最初這尊雕像計劃放置在百花大教堂的高處，從地面往上看時，這種刻意的比例調整會讓觀者感受到更強烈的威嚴感。在欣賞大衛時，可以從側後方觀察他背部的肌肉線條和脊椎的起伏，那裡最能體現雕刻師對人體結構的極致掌握。第二，囚徒 Prigionia。 如果說大衛是完美的，那麼米開朗基羅的另一組作品則恰恰相反，他們是未完成的，卻同樣震撼人心。在大衛展廳兩側的走廊裡，排列着4尊被称為奴隸或囚徒的雕像。覺醒的奴隸最左側，身體劇烈扭動，仿佛正用力掙脫石頭的束缚，頭部尚未完全成型，胸膛卻已隆起，充滿原始力量。年輕的奴隸臉埋在左臂中，身體扭曲，呈現強烈的對立平衡，肌肉線條清晰可見，仿佛正從石頭中甦醒。有鬍子的奴隸，4尊中最完整的一尊，鬍鬚和胸肌細節精緻，但雙手和部分手臂仍未雕出。阿特拉斯奴隸，頭部被巨大重量压住，像希臘神話中的阿特拉斯扛天，整個身體充滿爆炸性的張力。這些雕像原本是為教皇朱利葉斯2世的豪華陵墓設計的，計劃在陵墓上放置數十尊奴隸，象徵被征服的省份。但由於教皇反复更改計劃，資金短缺，米開朗基羅又被調去畫西斯廷禮拜堂天頂畫，陵墓項目一拖再拖，最終只完成了這幾尊。米開朗基羅把這些未完成的雕像帶回佛羅倫薩，留在工作室裡。直到他去世後，這些囚徒雕塑才被後人发掘出来。他們之所以被稱為囚徒，是因為看起來像被繩索或石頭束縛的人形。他們象徵人類靈魂被肉慾和物慾所囚禁，卻在努力掙脫的過程。看着這些雕塑，你能感受到一種強烈的生命掙扎。這尊聖馬太雕像也是米開朗基羅非完成風格的代表作，人物仿佛正努力掙脫沉重的原石。米開朗基羅曾有一句名言：
雕刻就是解放被囚禁在石頭裡的靈魂。在這些未完成的表面，你可以清晰地看到這位大師留下的凿痕。這種未完成的狀態反而賦予了作品一種現代派的張力，展現了創作者在生命暮年对身心束缚與自由精神的深刻反思。第三，薩賓婦女被劫持 The Rape of the Sabina Women。 這文藝復興時期著名的雕塑家詹博洛尼亞 Guillaume Bologna 創作的傑作，它是用整塊巨大的大理石雕刻而成的。三個人物在空間中劇烈扭動，卻能保持完美的平衡，體現了極高的技藝水平。蛇形線，這是該雕塑最顯著的特徵。三個人物交織在一起，形成一個向上螺旋的动態。傳說在羅馬建成初期，由於缺乏女性，羅馬人邀請鄰居薩賓人參加慶典，然後趁機搶走他們的婦女，以此繁衍後代。它是西方雕塑史上極具代表性的風格主義作品的巔峰之作。它打破了米開朗基羅時代追求的沉穩比例，轉而追求極端的扭曲、張力和視覺衝擊力。在當時，這種無懈可擊的技術炫技被視為藝術創作的最高境界。第40高模具陳列館 Gipsoteca Bartolini， 這裡收藏了19世紀雕塑家洛倫佐·巴托利尼 Lorenzo Bartolini 及其弟子路易吉·潘帕洛尼的大量作品。納西索斯 Narcissus， 巴托利尼通過納西索斯英俊而憂鬱的面容，試圖表達一種能夠激發情感和想象力的藝術觀。納西索斯是一位極其俊美的少年，因為拒絕了所有人的愛，包括仙女厄科，被惩罰愛上自己在水中的倒影，最終憔悴而死。巴托利尼不僅想展示美貌，更想通過憂鬱的面容傳達一種內省的情感。這些石膏像是雕塑家在動手雕刻昂貴的大理石之前的1:1比例模型。你會看到許多石膏像上散布着細小的黑點釘痕，那是雕塑家用來將比例精確轉移到大理石上的定位點。牆上整齊排列的半身像多為當時的歐洲貴族、藝術家和名流的肖像。這種密集的陳列方式完整還原了19世紀雕刻工作室的氛圍。第5，喬治·瓦薩里的作品 Works of Giorgio Vasari。 瓦薩里在藝術史上是個斜槓天才，他撰寫的《藝苑名人傳》是歷史上第一本系統的美術史。如果沒有他，我們今天可能對達芬奇、米開朗基羅的生平知之甚少。他還是美第奇家族，尤其是科西莫一世大公的御用藝術家。他所處的時代是文藝復興的晚期。他不滿足於簡單的寫實，而是追求極度的複雜、優雅、誇張的姿態和濃郁的色彩。這幅名為《堅毅》的畫作並不是獨立的，它通常屬於一系列四書德的主題，即正義、審慎、節制和堅毅。在16世紀的佛羅倫薩，統治者喜歡委託藝術家創作這類美德寓言畫，掛在宮殿或公共機構中。其潛台詞是：看，我們的統治者擁有這些高尚的品質。畫中女性主角靠着一根斷裂的圓柱，而斷柱象徵着即便遭遇了毀滅性的打擊，支柱已斷，但內心的力量依然穩如磐石。瓦薩里在畫面中使用了2元對比，前景的女性代表內心的精神定力，背景的海格力斯戰獅代表外在的肉體力量。他想告訴觀眾，真正的堅毅是內外兼修的。聖母子與聖約翰及其他聖女，積極生活與沉思生活的寓言。這幅由瓦薩里於1575年創作的祭壇畫，最初安置在佛羅倫薩的一所女性醫院禮拜堂。正因如此，你會發現畫中展現了極具力量感的女性群體。畫面中央的聖母不僅是母親，更象徵着天主教會。她身側的人物分別寓意着積極參與與靜心沉思這2種人生狀態。下方手持蜂巢的聖約翰，則暗示了荒野中的修行。這幅畫是天主教核心教義的視覺宣言，通過眾聖徒、信徒才能獲得恩典。它將複雜的宗教博弈與華麗的手法主義風格完美融合，
是瓦薩里晚年的代表作。第6，維納斯與丘比特 Venus and Cupid。這幅維納斯與丘比特藏着大事件的碰撞，它雖由彭托莫執筆，但構圖底稿卻出自米開朗基羅之手。這對神話母子正上演一場哲學的博弈，丘比特代表被感官驅動的凡塵之愛，而維納斯則象徵向往神性的天國之愛。他正親手抽走兒子的金劍，寓意理智終將解除慾望的武裝。佛羅倫薩學院美術館是一座關於人類極限的博物館，在這裡你看到的不僅僅是石頭，這是米開朗基羅對人體的崇拜，是美第奇家族對文明的供養，是人類在面對命運挑戰時那如大衛般堅毅的一瞥。當你離開美術館，再次走在佛羅倫薩的石板路上時，你會發現，這座城市之所以被稱為文藝復興的搖籃，正是因為這裡的每一塊石頭裡都曾住着一個曾經的囚徒或奴隸，但仍舊有着永不磨滅而渴望自由的靈魂。讓你能夠聽到我的心，什麼時候也能把我想起。